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我們今天面對的世界，其實正深陷在一個3合1的巨大危機裡。怎麼說呢？就是戰爭、環境、科技，這3個你可能常常聽到，而且感覺好像是各自獨立的挑戰，但它們的根源其實是綁在一起的。這就好比說，這不是3場各自獨立的火災，而是同一場大火，只是剛好在不同房間燒出了3個窗口。那這3個窗口究竟燒出的是什麼樣的景象呢？首先是戰爭與全球衝突，第3次世界大戰的陰影可以說是始終在我們頭上盤旋。再來是所謂人類世帶來的環境浩劫，我們對地球的破壞，說實話，恐怕已經到了快要無法回頭的地步。最後也是最讓人安盼的，是那種像脫韁野馬一樣的科技發展，特別是 AI 的崛起，它不只是有可能取代人類的工作而已哦。它甚至有可能創造出一個全新的由科技精英所構成的統治階級。你看，這3者根本就是環環相扣，互為因果。為了要徹底搞懂這個複雜的問題，今天我想帶大家走一趟思維的旅程。我們會先從診斷這3個危機開始，接着我們會像偵探一樣，一路深挖他們背後的文化根源，看看失衡的人類中心主義是怎麼火上加油的。然後我們會把目光轉向古老的智慧，去尋找不一樣的出路。甚至我會跟你探討一個超級激進的宇宙觀。最後我們會回到一個最根本、最樸實的問題：為什麼我們連一顆石頭都應該要在乎？好的，那第一步，我們就得先來找出這一切的文化根源。要解決問題，你得先找到病根嘛。我們現在面對的困境，它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的思想藍圖其實早就深深地刻在我們的文化歷史裡面了。在西方思想的底層，其實藏着一個非常基礎但影響超級深遠的概念，叫做存在的聚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宇宙級的金字塔，或者說得更現代一點，就是一間等級超級森嚴的大公司。上帝呢，就是那位大老闆，在最頂端，而人類呢，就是高階主管，緊跟在後，享有各種特權，然後是動物、植物，一路往下排。那最底層的員工是誰？就是石頭這一類的礦物。就是這個階級制度，在過去幾千年來，默默地定義了萬物的價值還有地位。但你想想看，一個階級這麼分明的世界觀，如果真的徹底執行下去，後果會有多麼可怕？在舊約聖經裡面就出現過這樣的指令：凡有氣息的，一個都不可存留。這句話為後來的聖戰還有種族清洗提供了多麼可怕的思想基礎啊！你想嘛，當你打從心底認為某些人或某些事物在那個存在的聚鏈裡面地位比較低，甚至根本不配存在的時候，那麼消滅他們好像就變得理所當然了。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我們剛剛談的是古老的思想，那這些幾千年前的想法究竟是怎麼在現代世界被火力加強，最後演變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種完全失衡的人類中心主義呢？關鍵就在於現代科技。科技的發展可以說是創造了一個新版本的存在的聚鏈。那這個新版本跟舊版本差別在哪？最大的差別就是那個金字塔頂端的位置換人坐了，上帝被請了下來，取而代之的是人類自己站上了金字塔的頂端。這一下就讓以人類為中心的剝削，不管是對大自然還是對其他人，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正當性。哲學家海德格用了一個德文詞 Gestel 來描述這種現代世界觀。你不用去記這個詞，你只要理解它的核心概念就好。簡單來說，就是一種工具箱式的世界觀。它把世界上所有的東西都看成是等着我們去擺置、去利用的庫存品。在這種邏輯下，森林不再是森林，是等着被砍的木材；河流不再是河流，是可以發電的水利資源；甚至連人都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可以被計算的人力資源。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環境崩潰、社會不平等，還有晚期資本主義失控的根本原因。好，問題診斷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有點沉重，但別擔心，接下來我們要轉換視角，去看看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既然主流的北方思想把我們帶到了這裡，那解方會不會藏在一個長期被壓抑，卻可能蘊藏着答案的哲學傳統裡呢？
我們現在就把目光轉向來自南方的古老智慧。作家卡繆曾經對比過這兩種世界觀，主導我們現代世界的北方思想，它的核心就像一支不斷往前射的箭，相信歷史是直線前進的，目標就是征服自然。而南方思想呢，非常不一樣，它更像是一個不斷循環的季節，它不追求征服，它追求的是在各種極端之間找到平衡，並且對大自然抱持着深深的敬意。這不是一條直線的征服之路，而是一個圓圈的共生之道。這不只是一種哲學哦，更是一種生存的智慧。接下來，我們準備要觸碰今天最核心，也可能最顛覆你三觀的一個概念了。如果說南方思想給了我們一個方向，那麼要徹底根治我們前面說的那些問題，我們需要的可能是一次更加激進的思維革命。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思考：我們推翻舊有思維的程度到底可以有多徹底？我們真的準備好去挑戰那些我們從小到大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最深層的假設了嗎？答案可能就在於扁平存有論這個概念。這是什麼意思呢？他主張要徹底的、完全的拒絕任何形式的階級制度。他認為人類、螞蟻、路邊的磚塊，甚至是糞便，在存在這個最根本的層面上是完全平等的。如果說存在的聚鏈是一座階級森嚴的金字塔，那扁平存有論就是一張巨大的圓多，沒有主位，沒有上下之分，所有存在都平起平坐。這是一種徹底的去中心化。其實啊，東方哲學家莊子的一句話，早就非常精準地捕捉到了這個概念的精髓。這句話聽起來可能有點粗俗，但他的智慧非常深。你仔細聽，道在始逆。他的意思就是說啊，那個最高的存在、最根本的真理，並不是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而是內在於萬事萬物之中，即使是最卑微、最不起眼的東西也不例外。價值是從內部自己生成的，而不是由上面的人來賦予的。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想，哇，阿修，這也太抽象了吧？這跟我平常的生活到底有什麼關係？別急，我們現在就要把這個激進的宇宙觀拉回到一個非常具體也非常實際的問題上，這也是串聯起我們今天所有論點的關鍵。好，那我們就來直球對決這個問題：我們人類真的對一顆路邊的石頭有道德責任嗎？你可能會覺得這聽起來很荒謬，但這個問題的答案恰恰就是我們到底能不能擺脫當前危機的關鍵。有一種哲學觀點叫做泛心論，它主張萬事萬物，即使是那些我們認為沒有生命的物體，其實都擁有某種心靈的特質，或是一種形式的經驗。從這個角度來看，石頭並不是死物，它會因為溫度的變化而熱脹冷縮，對吧？這就是它用自己的方式在體驗這個世界，因此它也擁有某種形式的生命，值得我們給予尊嚴。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我們對自然的敬畏，不應該是出於人類的自利，不是那種為了我們自己能活下去，所以才要保護環境的想法。真正的生態意識是來自於發自內心的崇敬與感謝，來自於你真的承認萬物自身就具有它固有的尊嚴。這就是為這個世界在祛魅之後重新賦予神聖性的過程。最後，讓我們用一個問題來總結今天所有的討論。如果我們真的能夠學會去尊重一顆石頭，承認它自身存在的價值與尊嚴，那麼我們是不是就更能夠學會如何去尊重彼此，去尊重那些跟我們不一樣的人類同胞呢？這個答案或許就是解開我們最初提到的那三重危機的最重鑰匙。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當前面對的戰爭、環境、科技三重危機，都源自於一種根深蒂固的階級世界觀，也就是存在的聚鏈。而解決之道需要一次徹底的思維革命，去擁抱扁平存有論，也就是承認萬物在存在層面上的平等與尊嚴。這不僅是為了拯救地球，更是為了讓我們重新學習如何去尊重彼此。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